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，我是麦麦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实用的主题，坐地铁。对，地铁是几乎每个城市的人都会坐的，上班、上学、去逛街、去见朋友，都可能要坐地铁。没错，其实地铁这两个字挺简单，但很多外国朋友经常会混淆，比如地铁站、地铁口、上车、下车、换乘这些词。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学中文的时候，也会搞混上车和坐车，我还以为坐车是坐在车上不动的意思。哈哈，其实挺多外国人也会这样理解。今天我们就一边聊天，一边把这些和坐地铁有关的中文词都讲清楚。那我先问一个，为什么我们说坐地铁，不说乘地铁呢？其实我在书上看到乘坐地铁也对呀。对，其实乘坐地铁是对的，不过那是书面语，比较正式。平时口语里大家都说坐地铁简单又自然。明白，那乘就是书面的，坐就是日常的。那说搭地铁行不行？我听有的人说搭地铁。行啊，搭地铁也有人说。其实坐地铁和搭地铁意思一样。哇，那地铁相关的表达真不少呢。对，而且地铁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，很多城市的地铁都非常方便。那我们今天就从地铁开始，一点一点聊下去。那小夏，我们先说说地铁这个词本身吧。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个词，还以为是在地底下的铁路。其实你理解得很对啊，地铁这个词就是地下铁路的简称。以前人们说地下铁道，后来就变成了地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地铁站是不是就是地铁的车站？对，比如你可以说，我家附近有一个地铁站，这个地铁站人很多，我们在地铁站见面吧。对，我最常说的就是我们在地铁站见面，因为最容易找。那地铁口和地铁站有什么区别？地铁站是整个车站的地方，包括入口、售票机、安检口、站台。地铁口是出口，也就是你走上来的那个地方。哦，我懂了，地铁站是大的，地铁口是小的。比如我可以说我在3号出口等你。那我再问一个，我以前学上车和下车的时候，总觉得有点奇怪，明明我们是往车里面走，为什么要说上车？哈哈，这其实是中文里的表达习惯。在中文里，上车不是往上爬，而是进入交通工具的意思。那下车呢？下车就是离开交通工具，比如下一站我下车。下车的时候别忘了带包。我最怕的就是下车忘拿包。那坐地铁还有一个常用词，换乘。这个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以为是换车，但又不是完全一样。对，换乘就是在地铁里从一条线路换到另一条线路。比如你先坐1号线，再换成2号线。哦，那我可以说在中山公园站换成3号线。那我再问，是不是换乘也可以用在其他交通工具上，比如换乘公交车？完全可以，只要是换一种交通方式，都可以用换乘。比如我们坐地铁到火车站，再换乘高铁。好，那我记住了。坐地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固定的表达，比如请排队上车，不要推，小心夹手，下一站是，这些在地铁广播里都会听到。对，我每次坐地铁都能听到，请注意安全，车门即将关闭，即将就是快要的意思，对吧？完全正确，即将就是快要。比如地铁即将到站，节目即将开始。这听起来比快要更正式一点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些表达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地铁站吧。麦麦，你平时坐地铁第一步会干什么？我通常先找入口，中文叫地铁入口或者地铁站入口。对，到一般地铁站都会有很多个入口，比如 A 口、B 口、C 口。对，有时候我去一个新地方，我还会拍照记一下从哪个出口出来的，要不然回去的时候可能找不到路。哈哈，你太真实了。其实很多人第一次去一个大地铁站都会迷路，
对呀，有时候一个地铁站有好几个楼层，还有不同的线路。没错，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指示牌。指示牌就是那种写着出口、换乘、厕所这些字的牌子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平时都会看指示牌，它帮我找到方向。指示就是告诉方向的意思，对吧？对，非常好。指示就是告诉、提示，牌就是牌子，合在一起就是指示牌。所以可以说，地铁站里有很多指示牌。对，也可以说，请按照指示牌走。那进了地铁站之后，下一步就是买票或者刷卡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售票机。售票机就是卖票的机器。我觉得这个词挺有意思，售就是卖，对吧？没错，售票机等于卖票的机器。比如可以说我去售票机买一张票。那买票的买和售票的售刚好是反义词。对，非常好。买是顾客做的事，售是商家做的事。我明白，那如果我不想买票，用交通卡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现在很多城市都用交通卡或者直接用手机支付。你可以说我刷卡进站，我用手机扫码进站。哦，那刷卡这个词我觉得特别中国。对，中文里的刷这个动词挺有趣的。本来刷是刷牙、刷墙的刷，后来也可以用在刷卡、刷手机支付。对，其实就是轻轻一碰就进去了。没错，不过在刷卡进站之前还有一个步骤，安检。哦，对，我每次坐地铁都要过安检。安检就是安全检查的意思，对吗？对，非常标准。比如可以说，请把包放在安检机上，请过安检。那安检员就是检查的人。没错，他们负责确保每个人的安全。我有一次安检的时候，叔叔还让我打开水瓶，喝一口。对，哈哈，那是为了确认瓶子里真的是水，不是别的东西。安检之后，我们就要通过闸机进站。对，闸机就是那个有门的小机器，你刷卡之后门会打开。闸这个字其实有门的意思，所以闸机就是一种门的机器。比如闸门、水闸都是类似的用法。那我可以说闸机打开了，我就进站了。对，非常地道。进站就是进入地铁站里面。比如我已经进站了，你在哪儿？那相反的就是出站吧？对，进站和出站是一对反义词。出站就是离开地铁站。明白。那我再问，如果我要坐不同的地铁线，中间要走很久，是不是也算换乘？对，就是换乘。在大的地铁站，有时候换乘要走5-6分钟。对，我上次在上海换乘2号线，感觉像走了半个小时。哈哈，那就是换乘距离很长。那地铁站里还有很多设施，比如洗手间、服务台、电梯。对，这些词都很实用。洗手间也可以说厕所，服务台是可以问路、咨询的地方。电梯分2种，手扶电梯和电动电梯。手扶电梯就是可以扶着上去的那种，对吧？对，而电梯也可以指升降电梯，就是那种关上门、上上下下的。对的。那我还想补一个词，自动售货机。地铁站里经常有卖饮料的小机器。对，自动售货机也是好词。自动就是自己会动，不用人操作。售货就是卖东西，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自动卖东西的机器。对，可以买水买零食，特别方便。对了，麦麦，你有没有注意地铁里的广播？有啊，每到一站都会播报，比如下一站人民广场。对，那是到站广播。有时候还会说请注意安全，车门即将关闭。这句话太有中国特色了，我听了无数遍。对，其实这些广播里有很多常用的表达，比如请勿倚靠车门，请照顾老人和小孩，禁止饮食。对，请勿就是请不要，对吧？没错，请勿倚靠车门就是请不要靠在车门上。那禁止饮食就是不可以吃东西。对，非常标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在地铁车厢里会用到的中文表达。
好啊，其实我觉得地铁车厢里有好多可以观察的东西，比如人、座位、广告、广播。对，而且中文里有很多表达都能用在这个场景。那我们就从人多开始聊吧。说到人多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高峰期。对的，高峰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，意思是人最多最忙的时间。比如早上上班的时间，晚上下班的时间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平时会说早高峰和晚高峰。比如早高峰的地铁特别挤，我宁愿走路，也不想在早高峰坐地铁。太真实了。我有一次在北京坐早高峰地铁，真的一挤上去就动不了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可以用一个词，拥挤。拥挤就是人太多，空间太小。比如地铁里太拥挤了，我几乎不能动。对，非常自然。还有一个口语一点的说法是人挤人，比如地铁里人挤人。哈哈，这个词好形象，真的就是人挤人。对，很口语。那除了人多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表达，比如没有座位，站着，靠门口。对，但我经常会说，我只能站着，因为根本抢不到座位。这个抢座位就是争着去坐，比如一开门，大家就去抢座位。这个词听起来很口语，但在地铁里非常真实。对，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挺有礼貌的，会先让老人、孕妇、小孩坐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一个常见的词，让座。让座就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，对吧？没错，比如有老人上车，我给他让座。对，其实这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礼貌。对，特别是在地铁、公交这种公共交通上。那我还想学一个词，靠。我经常听到有人说靠门口站，靠窗坐。对，靠这个字在这里就是靠近、接近的意思。比如我靠门口站，就是我站在门口边上。那靠窗坐就是坐在窗户旁边。对，非常好。其实靠是一个很灵活的词，除了表示位置，还可以表示依靠、依赖，比如靠朋友、靠自己。对，我也听过靠得住这个词。对，靠得住就是可以信任的意思。那还有一个词挤，我也觉得很常用，比如地铁太挤了，大家都挤在一起。对的，挤就是人很多，空间小。你也可以说挤上车，挤进去。对，我有时候会说，我终于挤上车了。非常自然，其实地铁场景是挤这个动词最常用的地方之一。那站呢？像我平时说我站在门口，我站在车厢中间。对，站是一个动作，动词，但有时候我们也用站来形容状态，比如我站了半个小时。哦，对，那就是没有坐下，一直站着。对，还有一个词叫终点站，就是最后一站。比如这趟地铁的终点站是上海南站。对，还有一个词叫方向，坐地铁的时候要注意方向，比如往东的方向，开往浦东的方向。不注意方向可能就坐反了，那时候你就可以说我坐反方向了。我还发现中国地铁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文化，就是大家上车的时候会排队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。中文里有个词叫排队上车，比如请排队上车，不要拥挤。对，还有一个广播也常听到，先下后上，请让乘客先下车。没错，先下后上，就是先让别人下车，再自己上车。我觉得这个词也挺有教育意义。对，其实坐地铁也是学习城市礼貌的一部分，比如说轻声说话，不要吃东西，照顾老人小孩，这些都体现了礼貌和公共意识。对，我记得有时候广播还会说，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对的，有需要的乘客一般指老人、孕妇、残障人士。对，我每次看到有人让座，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我也是，其实坐地铁也能看出一个城市的温度。那现在我们终于要下车出站了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出地铁站会用到的中文词汇。我发现中国的地铁车门在开之前都会有一个提示音，
然后会说列车即将到站，请准备下车。对，这句话里面的即将我们刚才学过，意思是马上，请准备下车，其实就是提醒乘客你要下车了，准备一下。对，我每次听到这句话，都开始往门口靠一点。对，我们可以说靠近车门或者往门口走，比如下一站我就下车了，我先往门口走一下。有时候人太多，根本动不了。对，那你可以说麻烦让一下。这句话超级实用，在地铁里经常能听到。对，我有一次就说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我要下车，然后大家都很礼貌地帮我让开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常用的礼貌表达。让一下其实就是请你让一让的简短说法。那如果有人要上车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说请先下后上哦。对，呵呵，很可爱。其实地铁广播里常说的先下后上，请让乘客先下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下车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出站。对，我发现地铁站里面有好多出口，有 A 口、B 口、C 口、D 口。对，在中文里我们一般说出口或者出站口，比如我在 B 出口等你。对，我记得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该从哪个出口走。对，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，所以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是，请问去某某地方应该从哪个出口出？比如，请问去人民广场应该从哪个出口出？对，非常自然。有时候你也可以听到广播说，乘客请从2号出口出站。对，那出站和出口有什么区别？出站是动作，就是你离开地铁站；出口是地名或地点，是你出去的具体位置。哦，明白了。我可以说我从 B 出口出站。对，完全正确。今天我们学了很多地铁相关的词汇。对，听完这一集，我觉得下次坐地铁一定会更轻松。哈哈，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学到实用中文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。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再见。